大家好，我是微庄主。今天我们来聊巴菲特最新的动作告诉我们什么哈？那本期视频呢，我们主要会聊巴菲特他做了什么，好，什么动作值得我们最关注哈？那他这么做的目的呢又是什么？那巴菲特这个动作告诉我们一些什么市场信息哈？那我们现在如何投资？好，那不知道大家呢还记不记得，在2020年的时候哈，市场上就大力的鼓吹木头姐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大力的去投了这个特斯拉哈，然后他的持股集中度非常高，都是科技股票，涨得非常快哈。我们看当时2020年的时候，他的业绩达到了200%多，而同期的巴菲特才30%多哈，那大家就嘲笑巴菲特哈，你看这个是不是他的策略已经过时了？那我们现在再回去看呢，现在这几年已经过去了哈，到2024年了，在最新的业绩上，我们可以看到，这个从2021年开始，巴菲特的业绩是这样子的，而木头姐是这样子的哈。所以我们讲呢，每个人呢都有每个人不同的投资策略跟方式哈，所以呢，我们只要选择适合我们的策略，坚持往下做就好了哈。那我们看呢，巴菲特本次最大的动作是什么？那就我个人而言呢，我觉得巴菲特本次最大的动作，最值得我们关注的，其实反而不是他抛售了苹果股票，而是说他持有了大量的现金。在过去这几十年当中，他持有现金是最高的，就他这一次动作是最高的哈。我们看这个蓝色的线是他持有现金的数量，在这一次是这样陡峭的上升的，而在前面这几十年都没有这样的情况。我很早以前很多年前给大家介绍过一个叫巴菲特指标，你们还记得吗？就是用整个市场的总市值跟 GDP 的一个关系哈，如果这个市值过高的话，那就说明股市是高估的。那我们看，这是1950年，也就是过去70年的一个美股的历史的走势，这都是高点，对不对？根据最新的数据出来，应该是又到了这个位置出来。所以现在目前呢，这个位置可以说是很高了哈。我们之前这个位置是低位，我们看2009年它的现金是在什么地方？2009年看嘛，它现金很低，现在现金这么高，懂吗？其实本质上，它的这一次现金的持有是对市场整体估值的一个反应，逆势投资在顶部的时候增加现金哈。那我们说，它这一次我们需要关注的第一大的，并不是它出售了哪一个股票，而是说它从一个大类资产的配置上，它大幅度的增加了现金哈。那么它增加现金呢，我总结3个目的。第一个是降低市场波动的影响，毕竟市场已经这么高了。第二点呢，是他自己提到的降息前呢，利用高利率哈。可是我们其实在从他最新的财报出来，并没有发现他把现金买了债券类的产品。好，那么还有一个就是等待机会迅速出击，因为你手里有现金，你才可以迅速出击。好，这是从一个最大的方向上，就是他从大类资产上如何去持有来看他最新的动作。那其次呢，大家最关心的也就是说，他大量的抛售了苹果的股票哈。我们看蓝色的线呢是苹果的股价，那灰色的呢是巴菲特的仓位哈。可以看到巴菲特的仓位整个就降低了一半。那其实呢，他现金的持有大幅度的提升，最主要的也是来自于抛售苹果的收入。他抛售苹果呢，有一个很重要的考虑，就是一个税收的考虑哈。这里呢，跟大家解释一下这个背景，就是说美国的这个税法呢，就是说如果你投了这个股票，你没有卖，即使它上涨了，你也不用交你赚的那个钱那一部分税。可是如果你卖掉了的话，你赚了钱了，真正的赚了钱了，你这部分钱就要去缴纳税。现在呢，我们面临的是美国这边大选，那在大选之后呢，可能税收在税率上会有一定的变化。那巴菲特他考虑到这个情况，他怕这个税会增长哈，所以在这之前就把这个股票卖掉。然后第二个原因呢，是市场高位套现哈，这个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了，这个也讲过了，留有现金准备随时出手。还有呢，就是说他担心 AI 的商业化的应用的风险。好，为什么这么讲？你们记不记得我们反复的讲这个康波周期啊？就是说新的康波周期出来，
大幅度的，就是这个技术应用到所有的行业之前呢，这个技术在那之前的10来年就会开始已经被发明出来，就已经开始逐渐的应用。可是呢，这个应用呢会面临着很多的困难，好，它不会突然间很顺利的渗透到每一个行业哈，只有快速渗透到每一个方向的时候，这个才是一个股市还有全球经济的高速上涨期哈，也就是康波周期的这个增长期。那我们说呢，现在目前呢是第5次康波周期的衰退期，就是尾巴的那个地方哈。我们上次也讲过这个尾巴的地方，那新的技术已经出来了，可是它还没有到可以快速渗透到每一个行业的那个地步。好，所以说这个 AI 的商业化应用并不会那么快。现在目前呢，有可能就面临着 AI 这个方向高估的风险。我们这里我给大家找一个图哈，这个是纳斯达克跟商品哈，就是黄金啊、白银啊、原油这些商品的一个比率套利 K 线。我们可以看到上次这个高点是在互联网泡沫的时候，就是2000年的时候，那现在又再次到达了这个位置哈，也印证了我们刚才讲的这个 AI 的泡沫有可能已经很高了哈，随时都有可能破掉，什么时候不知道哈。总之这个位置就是很高了。那我们现在要怎么做呢？就是巴菲特这些动作，他大量的持有现金哈，包括他增加了原油能源方向的投资，然后呢，他把科技方向的仓位大幅度的降低，对吧？套现，然后手中留有大量的现金，告诉我们什么？我觉得最主要就是一点哈，这个美股的市场现在高估了。然后就是科技股现在目前在高位了，那我们现在怎么办呢？就我的这个角度来看，其实我也跟大家很多次的分享哈。这个图呢，我从去年还是前年就已经开始跟大家讲哈，这是发展中国家跟发达国家，叫新兴国家哈，新兴国家跟发达国家的比值哈。我们可以看到这有一个上升，这有一个上升，对吗？现在又到了这个低点。所以我认为呢，新兴市场目前呢是比发达国家要更好，是有很多机会的啊。包括我们在最新的，我们现在货币政策对市场的支持、对经济的支持出来之后，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港股配合着美联储的降息，已经有了一波的表现哈。我还是很看好，非常看好它。再一个就是商品，那我也从前几年一直反复的讲，商品现在是机会。我们看一下商品跟股票的这个图哈，我这个里面没有哈，我会发到圈子里面给大家看，大家可以关注一下。好，我们看它这个就是有全球的股市整体的这个市值跟商品的比值哈，那个图大概就是一个这样的位置了哈。所以目前我们现在怎么做？就我的角度来说，我把结论很清晰的放在这里，这样好帮助大家理解哈。第一个，新兴市场要跑赢发达国家，所以为什么我还是觉得 A 股跟港股我们不能放弃，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哈。第二个呢，就是商品，大陆的朋友来讲说，商品其实可以投资没有杠杆的产品是很少的哈，黄金、白银、原油。其实这3个东西的波动都很大，那么长期看好没有错，可是短期如果是高点的话，进去也会比较难受，所以这个自己要控制好，或者是关注我的模型，一定要在短期位置低的时候进去，你才能拿得住，因为这是人性。如果你们对投资有什么新的看法，或者是有问题，请你在留言区留言。然后这个视频如果对你有启发，请你随手点一个小心心，谢谢大家。欢迎点赞订阅我的频道，主页更多精彩视频。